可以了吗？可以，完美。你得往那儿去一点，不然弹幕会挡住他的脸镜头。Hello， 大家好，大家情人节快乐！好，来，给我。来，把支架拿起来。固定一下。行了。Hello， 大家好。换一下，然后出一个整条的。大家情人节快乐！然后，情人节快乐！来，放点音乐。Hello， 人都到齐了吗 Hello， 大家好。那个南川大军到齐了吗？哎呦。每天就充满了惊喜和意外。有点歪。对，这是我们剧中的衣服啊。剧里的歌。嗯哼。我们很熟的，很熟。我们认识很多年了。1、2、3、4、5、6、7、8啊，算上那个静渊的话，应该算4、5世了啊。算下来应该4、500年了。要不然我们这个环节就一起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吧，对不对？好，祝大家情人节快乐！祝大家情人节快乐，然后再祝一个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祝大家新年快乐！情人节，咱们给大家比个心吧。好，还一点默契都没有。好，那我们要不这样吧，我们第一个环节就开始。我看大家都追《寿他一饼》，六读《寿他一饼》挺喜欢的，而且特别支持的。我在网上看到了特别多大家对我们剧情的一个理解啊，还有分析啊，看得出来大家是非常喜欢我们《寿他一饼》的。所以我们第一个环节就交给大家提问吧，我们作为主演来挑一些评论来回复大家好了。加菲吗？脸颊比心吗？是这样吗？他问是不是？粉丝们问是 H1 吗？必须的，当然。所以大家，而且结局会给大家一些惊喜的，所以大家好好追剧啊。我们一定不是传统结局。后面当然会有反转。最后在一起了吗？在剧中是肯定在一起了呀，不然我这个皇城不是白回了吗？皇宫不是白来了吗？多多合作一定会的。在拍戏的时候有发生什么趣事？
大家要不要先来一个？他的合作者也是。哦。OK， 还有吗？拍戏时候的趣事。他是做一句。对，然后刘渊是涂老师的配音。好，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拍摄时候的趣事吧。好。人家说家声音听不见。大家好。很提神。因为声音已经很小了，刚刚小了一点。第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在拍摄，我跟佳佳拍那个，我回皇宫去弹琴的那些戏的时候，是挺好玩的。就他在那儿弹琴，然后我去说他，哎，你不是有7岁的儿子吗？怎么样那些好玩的戏的时候，那其实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挺有趣的，因为是第一个这么疯的一个角色，然后要去很放大自己的一些情绪去表演，然后途中的时候呢，做一些表情，我自己去看那个回放的时候，真的是有点尴尬的，因为可能大家接受到，可能是挺疯挺欲，就是怎么样一些评论观感，那我自己去看的话，可能是我这个人比较内敛啊，我去看的时候觉得有点尴尬。快手啊、抖音啊都是我回的。就是一些给大家的评论都是我回的，亲自回的。对，因为这部剧受到了大家很多人的支持嘛和喜欢，那大家的反馈都特别的多，然后我就想看一下对于表演啊，对于整个剧啊一些东西，然后看到了很多大家对剧情、对于我们人物每个人的分析。然后觉得大家很用心，然后就分享自己的一些体会给大家。手机打开。还原名场面台词这个节目很有意思还原名场面可以。你们想听哪句台词？让他滚！来一遍，快点把那个。这是能播的吗？来，让他滚！来，把那个让他滚来一遍。我觉得这个让他滚应该是大家都想看的。我相信大家都想听、战术喝水。我相信那个让他滚绝对是大家爱看的，对不对？是不是？都说了，我这个人很内敛的。是不是爱听那个让他滚？是爱听让他滚的打 Q 个1。然后呢，除了让他滚，那个前戏也得大概走一个流程吧。来，让他滚一个来，准备，来。导演很开始啊。来，拉过来一点呀。导演你很开机啊。我知道啊，你人过来一点啊。我还没开演呢。机位都架好了。对啊，你很开机，我就开演了。你看开始。来准备啊。来，3、2、1，我是艺人。赶紧，从现在开始我是艺人。来，妍儿，来妍儿开演。妍儿开演啊。不是我。你好。不是，有点感觉呀。我有跟不是，我们现在是那个即兴表演的过程中，能不能我是导演，对我尊重一点？你说
把语文艺人那话说了是吧？对呀，我要说语文艺人的话的呀，我要给妍儿制造一点紧张感让然后我要给你一点刺激感呀，对不对？男人的刺激感也要有。妍儿，你怎么了？来，你开门啊！3、2、1，开始。妍儿，朕就进去看一会儿，就看一会儿，就看你们一会儿。陛下，臣妾此刻衣衫不整，恕不接驾。哎呀，真是的，讨厌，我都演语文艺人了。那小心啊，最近别出门啊。语文艺人最近风评不好。大家还想看什么名场面还原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来整个5个吧，看大家就有没有认真看剧，有没有认真去看我们的台词，听我们的台词。往前坐一点，你别躲在后面，别害羞。你个显眼包，你后面好，我显眼包。在后面你应该把妍儿弄到前面来一点。让他滚。他本来就是我的啊，这个是你要演楚离吗？我能演楚离。你演楚离，你演什么楚离啊？我演楚离。啊？我演楚离，我记得他的词。啊，你说。但人家已经是陛下后宫了，咱们虽然救驾有功，但也不能抢吧。你本来就是我的。你本来就是。他本来就是我的，我现在是楚离。我不管。我不管。你本来就是我。哎呀！朱小婉，你们俩声音太小了。你们知道刚刚他说了什么吗？你本来就是我。刚刚佳佳在演楚离。陈儿最后叫我爹了吗？这个。刚刚佳佳在演楚离，然后他说你本来就是我的。吻我，那个吻我。其实你刚刚不说，我就想准备这么说的。你们说话大声一点。我们现在热度多少了？这不是你担心的问题，这是我担心的问题。陈儿最后叫爹了吗？吻我。陈安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来，那个吻我，来给他那个。你倒个酒。声音大一点。对不起，一点甜头都不给。娘娘如果是一点甜头都不肯给我的话，这个词儿怎么说？本王现在就命南川军撤离皇国。楚离，把那个小崽子跟我从城阳宫拎过来。你现在是要让那个小崽子在你面前看着你吻，还是就不劳烦楚将军了？好了，几个了？演了几个了？3个。其实我还有很多没播的片段，你知道吗？我不能给你们看。哎，现在热度多少了？我看一下热度。哎呀，这个热度还没有到19000。我的小心。谢谢。来给你们看看。我刚给你们看到了什么呀？没看到什么吧？
还有那个，给你空间。我说了，我今天在那个群里也说过，我说我有很多什么手机里有很多那种见不得人的东西的。不如娘娘也给臣生一个7岁大的儿子好，正好臣不喜欢婴孩体闹。怎么了，娘娘？这就是你的诚意吗？穿这么多。你应该说那个托。我跟你讲，台词就是男人啊，词儿不要太多，说关键的。托，来托。我想到你说关键词就行。前2天说4个字了。男人说话一定不能说太多，一个字一个字的说。托来，上来，过来，过来，行。我们来打个赌，你最后一定会归我。哎呀，他们真的是，你看，深耕你的台词，深耕了我的台词，深耕了你的剧本。佳佳确实有点害羞，这是他演过最羞涩的剧本。新婚快乐，我的小新娘。跟着你，我们现在OST 没有 OST 有点吵，刚刚我放了，他们说听不到你们说话。不要嫁买不起小裙子和要导演，你不要太懂，我就是太懂了，而且我已经在收敛了。荡平那座山，荡平那座山其实也是我当时即兴发挥了。因为我这个人平时我的感情观就是这样的，我平时就是我想要谁我就当谁的山。你看咱们俩这个姿势像不像那个宇文成安？当当当当。原声来一个啊！他们就是很在意那个点。哪个点？就是我每次看到宇文成安之后，就逗他们。叫声爹来听听看。叫声爹来听听看。他说收音设备不太好，听不见你们说话。把这个扶一下。你得这样一下。那我就往后撤，战术后退一点。把这个。你们说话反正大声一点嘛。我来看他们的弹幕啊，看大家发的很热情。弹幕确实发的有点热情。林飞可以对着明佳佳歪嘴笑吗？就是那个歪嘴龙啊，走一个。你别说，我最近好喜欢用那个表情包。哪个表情包？看到了。哪个表情包？就是歪嘴啊。他说再演一个让他滚。佳佳社恐吗？佳佳不社恐，才怪。佳佳社恐。我真是个 I 人呐，结果我现在感觉让大家认识我之后，觉得我像个 E 人。要不我去换套古装，我来替你演2集。死丫头，要是不会播，让我来播2集。你妹的！不好意思，爆粗口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收敛。我刚刚是读了那个弹幕，等你有了。刚刚那个弹幕就是这么说的，他说那个我刚刚读的是弹幕啊，没有爆粗口啊。刚刚那个是弹幕，弹幕说的是死丫头。我也想演2集。太矮。哦，好。我还一直低在这儿，才能到镜头里去。菲菲，你觉得男主是怎么样一个人啊？浅谈一下我对宇文渊的理解啊。首先这一聊的话，这没播完，不太敢聊啊。
就聊一下我们已播的啊，大家能看到的宇文渊的东西啊。第一，他是有大爱的人，有家国情怀的人啊。第二，他是心中唯爱的一个人呢，就是他的言儿，对，也是我的言儿，对。其实他心中，说实话，对我去理解这个角色有2个把柄，第一个是言儿，第二个是国家大义。他没有办法去背叛自己的国家，要守护的整个江山子民。如果我看大家很多人说啊，要不要反，要不要反？那一旦开战的话，你要想，我南川大军，他都是自己的子民，他们的父母、他们的亲戚、他们的家人，可能都在这个大狱里面，到时候就是自相残杀，也会造成很大的生灵涂炭啊。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没办法让别人的家人跟家人去作战。所以对于宇文渊来说，他没有办法去反，家国大义放在这里，而且他也没有办法去弑兄了，这是他的家国情怀吧，没有办法的事情。不管长兄如何，他要守护的是整个国家，不能让这个国家的百姓受到就是这样的灾难。第二呢是言儿。这是他唯一的一段感情，也是最珍重的一段感情。答应了5年的承诺啊，遇到他有问题、有事情发生需要保护的时候，当然就是义无反顾的过来去保护他、守护他。所以对于宇文渊来说的话，他这2个把柄在他的心中的话是没有办法去反啊，怎么样的。对，是一个很正气的。很偏爱的，然后同时，是一个内心比较丰富的一个角色。还是那句话，死丫头不会播，让我们播2期，赶紧。不好意思，收敛一点，收敛一点。今天那个平台跟我打过招呼的，让我收敛一点。对彼此注意一下。刚刚我看到一个粉丝朋友说的这个话，聊一下喽。戏外的，就戏外的，我们俩就是林佳佳跟李飞的主持姐姐都快溢出屏幕了。戏外就咱俩出印象嘛。你先说。啊，是吗？我第一次见到佳佳的时候，哇，这个人长得好精致啊，很漂亮。对，然后慢慢去接触，发现这个女生啊，工作非常的认真，做事情也比较强，然后工作的时候呢很认真，然后对角色理解也很强。那个就是那个渊哥，渊哥，就是我们来聊一下那个，就在片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啊？就当初就是强制爱这块，就是不是也是你本色出演吗？其实我当时在写剧本的时候，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你本身就是这种人嘛，我们俩就是也是那种，就是知根知底了，对吧？大家也都是这种性格的人，我强制你，你强制我的，对吧？就是强制我工作。我强制你工作，你强制我写剧本，不都这种这种人嘛，对吧？来，我们来说说关于这个强制爱有没有什么心得？就为什么咱们的强制爱会让别人这么上头？来走一个，这个强制爱到底强在了哪里？到底是它是强还是爱呢？还是智？我怕我的分析之后呢，就变成了剧本上课。其实没有了，没有了。就是我始终觉得，我看到大家很多的那个热评嘛，说吻戏啊，还有强制爱这些东西，我就是觉得去演戏的时候，就当真的就很喜欢呀，我就想吻你啊，我不要去想其他的镜头啊，去想这些东西啊，去自然的去表达。真的想吻你的时候，那就是那个样子。人家说我问的太好。然后加上导演姐姐她很会去拍每一个人，去拍她美丽的
脸。不是导演姐姐不是只会拍脸，导演姐姐会拍出内心的欲望，欲望，对来欲望。对，所以说，我觉得强制爱这个东西就是，我喜欢你，那我想吻你，那就吻啊，然后再带上一点剧情的设定，就这样去就 OK 了。其实没有太多的去设计，我一定要怎么去用技巧啊，去吻啊，去抓，去怎么样去表达，我反而觉得那会太多，脑子里的杂念太多。就本色出演啊，对吧？加上导演拍的好。好了，不要官方互捧了，我知道我拍的好，就是肖姐你是我的神，这谁呀？这谁啊？这是我的粉吗？我给他关注一下。哎，到时候不要下播了之后关注了1万人，我真的很烦的这种事情。导演多找李飞合作。有没有走不出戏的时候啊？挺多的。他现在也走不出戏啊，他经常还对我很强硬的说，那个你剧本写了吗？就那种啊。对啊，有时候演角色演上头了，你真的会带入到这个生活里面的。然后我就会用言儿那套推开他，你赶紧退回你的南京去。苏妍，你要是再敢推开我，也没用，我现在不会放开你了。你不要动摇我了，宇文渊。别人问你，佳佳可以多说说话呀。问你，问我什么？问你的爱情观，我的爱情观啊？哪有人问我的爱情观？问他问宇文渊啊，宇文渊的爱情观。对啊，宇文的爱情观跟李飞的爱情观哪里不一样？宇文渊的爱情观跟李飞的爱情观啊，其实我觉得我在那个做宇文渊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融入了一点宇文渊那个李飞的爱情观在里面的，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演得这么好，是吧，飞哥？谢谢导演给我这个机会。好，然后呢，我们来接着说啊，官方互捧结束啊。然后呢，当然他本身身上是有那么一点的，你看他的那个，你看我们是强制爱，与其说他是强制爱呢，对不对？他其实是一个弱者，他更像是一个弱者，他的每一次的强制的那个状态，反复的去想要去找一个答案，他想知道那个女人到底爱不爱他。他其实每一次表现出来的却是在乞求的状态，所以你们大多数的时候，观众其实是在心疼他的。那跟李飞就很贴脸啊，他就是小可怜的样子啊，对不对？他就是那种奶狼系的那种状态，所以说你们为什么会对他的代入感这么强，肯定跟这方面也是有关系的。他不是那种发疯人设，一天到晚在那边强制爱打他或者干嘛的那种，他不是那种疯逼人设，他其实是用一种像小孩的方式，那种在说的最狠的话，在问的那个言儿，你到底还爱不爱我？其实他的每一句狠心的话里面的意思都是这句意思。你们用心看剧的人就会知道了。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他其实是被拿捏的那个。那李飞的爱情观吧，说到这里你们应该也懂了吧？其实他在现实生活中的话，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比较那个软一点的，对。然后呢，相对来说也是付出型的那种类型。对。啊，他们刚刚有人说一起比个心，或者比个耶，先比个耶吧。好，再来比个心，给大家截图。飞哥，你觉得佳佳嘴好亲吗？这个不能回答，播不了。旁边的小姐是那个，大家好，我是那个主持人小周，是我们导演周潇。周潇又是才华横溢的
一位年轻美丽的导演，是的，就是在下。就是本人。言儿是阿渊我刚刚看到一个的软肋。很有意思的评论啊，我们来反串一下对方的台词。好，你先了。从让他滚那句开始，别给我来这从个。让他滚那句开始，不要反串吗？从让他滚那句开始，还有很多。他有很多那个拖，你让他拖呀，让他你要说的有杀伤力。素颜，还有不是，你应该这么说，苏妍能不能不要在这里？现在还在直播，素颜能不能不要在这里？现在还在可不可以？还有吻我，吻他。别闹，还有好，拍吻戏谁最尴尬？拍吻戏啊，拍吻戏其实怎么说呢？吻戏的话，基本上就是首先我会抱着个玩偶在边上先示范一遍，所以我会比较尴尬。导演，我下次一定重金给你请一个花絮专门拍你。不能再说了。哎，到我反串了是吧？小岛真的露不了脸，我一旦露了脸就是碾压。太羞耻了。怎么啦？幼儿园可不可以不要在这里？幼儿园那个太羞耻了。不是，还有一段的，退回来自不是应允你的我都会答应那一段呢？啊，应允你的我都会答应。娘娘说，娘娘信。不是对着看着他说呀，一边脱衣服一边搂着自己说呀，摸着自己的胸号的肌说呀。娘娘信上百般应允，到现在，这是啥来着？我来。娘娘信上我是百般应允，王爷信上不是百般应允万般哀求吗？怎么如今弄他呀！说话不算话的呢？幼儿园不是，他平时都是这样惹我的。对呀、你弄他呀！现在是给你报仇的机会，你可以弄他了，你可以对他强制爱了。就是这样的。幼儿园可能不能不要在这里？幼儿园可以。可以。玩对视1分钟，他说玩游戏对视1分钟。他们说的呀。来，有没有惩罚？有啊，就是不能笑是吧？玩对视1分钟是干嘛呢？说怎么办？你们去玩对视吧，我在前面直播，我可以播4个点。输了怎么办？输了的话，谁就去微博给大家送会员吧。可以的。那我现在就送了，我认输。为什么？我肯定会笑的呀，你为什么会笑？因为我笑点低。你笑点低啊。来试一下，说不定我先笑呢。那你让我。好，来，你要让我之后，你不是应该这么说吗？嗯，可不可以不要在这里让？应该这么说呀，你接梗啊！可不可以不要在这里让，在哪里让都可以。本王晕了，本王晕了，晕了。我这没对视我就想笑了。为什么？你先对视啊，先对起来，这样，没事啊，对呀，对他。快点，死丫头，会不会演？不会演，让我来对两句。完蛋了，漏点了。
我又是属于那种不会演，让我来对两集嘞。完了，我不行。快点，完了，你今天先对一下。这个我帮不了了。我跟你讲，那佳佳，我跟你讲，相信我，如果你再不对视的话，评论区里都会是那种不会对视，让我来对一下了，绝对是那种状态。我想让没有办法哦，佳佳，我知道你比较心疼我们的粉丝，所以你想送给大家一些会员，怎么样？就对视，先对了，先对了。你快来对一下，你快来对一下。不是他这个，就他那个美颜跟我不一样。这样子吧，我自己开一个美颜开在这里，然后拿他的镜头对我一下。行，对一下，对，把手抓回来，把手抓好，不要让他那个一般拍剧的话，我可能就这样抓过来了。抓过来呀。现在穿着衣服呢，穿着戏服呢，啊，穿着戏服，他不是任由你摆布吗？本周应云了。你在看哪里？本王就在这里。10、9、8、7，不要故意逗他啊，靠近一点呀，这种叫对视吗？不要去逗他，深情一点，深情一点。很深情。你这样子他不会那个的，你越深情他越会笑。你看，你搞笑他不会笑的。对啊，就是佳佳就是比较。这样好了，我跟佳佳。不是今天哦，对了，我们的那个会员呢？我们今天有送会员哎。周边。我会员去哪？我们今天有云包场，大家去抢了吗？啊！我靠！直播了。没什么。要头让我来。你先过来。周边？哦，对哦，我们今天有周边。佳佳像小兔子。我其实有看大家的一些视频啊，很感谢大家去剪辑去支持我们的剧啊。他把我们那个福生印的也是平台的啊，福生印的那次直播嘛，9月16号我在拍那个爷爷的时候，我当时在车上嘛录了一段那个直播给大家生日直播，然后他们去发，那天你打扮挺漂亮的，特别漂亮。那我那天呢，那个截图甩过来的时候我就他们说当时不是问了一个我喜欢什么小动物，你喜欢什么小动物？他说小兔子，他们说现在像小兔子。可以交换角色某一个片段，这个不是演过了吗？对。他刚刚有问一个评论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两位主演最喜欢自己大声一点说，听不见声音。他们说刚刚有一个评论说两位主演最喜欢自己角色的哪一句台词？你看下面真的有人说了，死丫头让我来。佳佳来。我不想我的姓变成你的真名。我最喜欢这一句。他当时在现场的时候，每次只要说这句台词就哭到不行，哭到不行，哭到不行。然后我还要说一个点，就是我们这个磨皮好像是开的有点重，但是那个磨皮又是我自己检查的。我最喜欢的一个词儿呢，大家可以猜一下，猜对了我会给大家送回人。我先看一下啊，我现在来看一看有没有人猜对我最喜欢宇文渊最喜欢的一句台词。我扫一下你们的弹幕啊，谁猜对了我会私信你的，或者你微博私信我。目前还没有人对啊，再看看。
那个嘛，啊，你猜对我送你啊，我送你免费的年度的腾讯会员。什么东西？猜什么？猜大家最喜欢的哪句宇文渊最喜欢的哪句台词？言儿，以后不许再有其他男人，也不许为了男人哭。不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给你3次机会，猜中就是年度会员。还有，完了，这个如果我猜不中3次都猜不中的话，是不是代表我们没 CP 啊？对呀我还是不猜的，不能猜这事儿。其实我最喜欢的那句台词有很多，我知道，你知道？我不敢猜，我怕猜了之后别人说我们俩太有 CP，我怕闹绯闻。我也是个很有名的导演。其实那个视频我看前2天有人剪出来了，然后某位知名导演呢把自己 P 了啊，把自己的头上打了一个我们俩的那个动漫头像。我知道，我想说那个来着。对，因为我想你了，所以我来见你了。这个对，那一大段是很多佳佳的独白。是明天他要说的。然后，其实我当时就是就只有1句词儿，但是我起码说了4、5遍吧。对，就是一再回复他，其实我想你了，就来了，没有任何理由，想见你就来见你。当时那个就是那个花絮想表达的意思是，这是导演的即兴发挥了。其实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没有关系啦。既然也是渊哥喜欢的，那就渊哥喜欢的吧。那你送我个年度会员吧，我在这等你呢。其实当时我觉得那个时候，你确实不需要说太多。对，其实但是不要剧透了好吗？没有剧透啊，是他们发出来的啊，他们发出来的啊。好吧。对啊，不管前面发生了任何事情，任何需要去通过言语、通过行动来证明他是否还爱我，所有的那些事情，其实都只是这一句话。我只是想你了。就不管这个信是不是催命符，可能在宇文渊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只是觉得他的言儿想他了，他就是这个恋爱脑。对啊，我等了5年。他看到那封信上面没有任何的字，只有阿渊我想你了，就变成了那5个字。我就来了。所以再结合他自己 PUA 了自己，再结合第1集，我回来的时候穿个白色的铠甲，然后进来那种状态，其实就是我回来了，我来见你了，其他的一切不重要。皇后娘娘真是凤羽万千，当真是惑人的小妖精。这个词儿真的是。你们那个，我先看一下现在热度多少了。我看看我手机里还有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可以给你们看看的。哎呀，江江，我没看到哎。江江，哎呀，别让我这样！我的天哪，这是什么呀？又是想偷我手机的一天吧？有没有看到？对。怎么回事？还没刷出来吗？有没有看到？有延迟。哎，他们有延迟，因为弹幕太多。看到了 Q1。江江，好了，我再找找看啊，别到时候群里有什么黑客给我手机黑了。大家都是知道我姓名的人，我这个人又不喜欢隐姓埋名，都是光明正大的，身上纹着伸出去的人。我看看还有，我的天哪 ！Oh my god！ 这个生我的戒永远不会指向我的家。我的天，竟然还有这个，怎么会有这种？怎么会有这种啊？我的天啊，怎么会这么好看啊？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怎么会这么好看呀？好看吗？你们俩笑成这样干嘛呀？好不好看？太好看了吧！当真是惑人的小妖精。我的天哪，这个人我真的，他真的我醉了。帅啊！我楚大将军帅。我的天呐，这眉眼之间，这眉眼，我的天呐，看到了吗？你们？结局啊，结局，大家有什么是自己的？都是让我看看啊！你们刚刚没看到啊？不好意思啊，镜头放反了。导演搞笑你，我真不搞笑，我是内向的人，我 I 人。南川王宇文君前来就教。有什么爱好吗？平时的话，可能就是运动比较多，打打各类的球啊。哦，对了，我要不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周边是什么呀？你把那几个那个小卡通拿出来。我是湖北宜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周边是什么，因为现在那个周边的模板没有拿到，所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周边是什么吧。因为周边的图片没有发，但是可以让人家说一下，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吧。我这个人最会卖关子了，我先卖一下。来，我来卖一下关子啊！我先来卖一下，快。发你手机。佳佳老师身材保持这么好，是有什么？就是大家应该有看到过这几个，就是卡通人物，对不对？应该有看到过这几个卡通人物是吧？之前应该有看过，是不是？然后呢，我就把这几个卡通人物做了这几个那种书夹子，就是那种文件夹，就是可以这种夹子的，到时候就大家可以做夹子啊，可以做就是干嘛干嘛那种东西来做的周边，然后来用来送粉丝的。因为我们的粉丝里面有很多人都是中考啊、高考有学生，那有上班的都可以用。然后是那种套装的，然后有成套的，然后有那种就是他女生提灯笼、男生提灯笼的，然后还有这种抢亲的，喝酒的、戴皇冠的这种。我先跟你们说一下，就是这玩意儿啊，周边就长这样，先跟你们讲一下啊。然后我们抽周边的地方是在我们那个正片的然后我区，对，抽周边是在我的评分区里面，我会再抽一些，就是比较有那种就是写的比较好的一些评分，深入我心的那种。现在这时候就是讨好我的时候了，你们懂的。然后它是有一个这样的机制，就比如说有的人他已经发过一个评论了。刚刚有大哥给我刷礼物了吗？这玩意儿能收礼物啊？我刚刚看到有礼物了吗？我也看到了，有心。很大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好像看到了，但是有延迟。那个大哥再来一个，我没看见。我们开始就这样，你对苏妍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我感觉苏妍，我挺对不起她的，有好几场戏没给你演好，你的人生就这样被我这几场戏弄得有点瑕疵了，真的是对不起。没有，表达的很好的，其实。佳佳呢，作为一个新人演员，就是我觉得呢，她还是有上升的空间的。然后我也希望大家在看剧的时候，也可以多给她一些鼓励吧。然后因为她确实除了拍过一个
主声音之外，说实话，偶尔呢会被我拉过来当背景板啊，或者干嘛的。然后呢，就是这个了。其实对他来说，就是挑战非常的大。嗯哼。那其实我对宇文渊的话，就是也有一句话想说。对啊，宇文渊呢？你想对我的宇文渊说什么？我的宇文渊。但凡老皇帝还在的时候，我早反了。但凡谁？老皇帝还有的话，早把宇文荏人给我摁下去了。为什么？为什么是老皇帝还在的时候？如果现在去反的话，那肯定是会生灵涂炭打仗的呀。哦，老皇帝在的时候呢，就不会了吗？对呀，都是皇子的时候去争权，那就方便一点，对吧？不会去大动干戈去打仗，那就方便一点。这样的话，那言儿就是会很顺理成章的，我们就是两情相悦就会在一起，就中间没那么多事儿了。哦，这样子啊。如果说是等到最后再去反的话，哦，现在你是觉得天下已经定好了，你不想反了？哦，主要是宇文渊有大爱的人，他不可能去让那些黎民百姓去再次受到战争的创伤嘛。如果一个王爷手拿兵权、重权，几十万的兵，然后又有这样的才华，是你的话，你反了？我反了，我不可能那么晚才反，我早反了。可以的。初五迎财神，说一句祝福的话啊。那今天又是2月14号情人节，那祝大家在新的2024能够收获爱情，能够收获财富，财源滚滚啊，爱意满满。皇帝最后把言儿怎么了？这个不能说呀。剧透了。这个不能说啊，但是这个皇帝呢，他也圆满了，他也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东西。你们还有什么想问我的呢？趁我现在上头了。为爱一人守护一场，Wink 啊，站起来玩推手掌的游戏，什么意思啊？推手掌是什么游戏啊？我认输。推手掌是什么意思？飞哥给佳佳一个摸脸杀和摸头杀，摸脸杀给一个吧，给他个大耳光。摸脸杀是什么啦？摸脸杀，摸头杀是什么啦？死丫头，让我演一集。祝大家高考顺利，或者中考顺利，中考顺利。要考试了吗？什么时候考试啊？我发现有很多新关注我们的朋友。周导能不能让佳佳和李飞再搭？看看我们授他最后会就是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那个收视吧，就看我就说白了，对不对？看我有没有能力吧。这两位也不太好请，都升咖了，都已经收拾东西升咖了。托大家的福，大家都升咖了，主要是我也升咖了。聚在一起已经不太容易了。用方言演绎
方言真没法说，他的方言一个字听不懂。会因戏生情吗？其实妍儿，我也想问你，你会因戏生情吗？其实你当时偷偷告诉过我，你当时偷偷的跟我说过，会因戏生情吗？你呢？你当时你有没有喜欢上过妍儿不要太喜欢这个名字？不要太喜欢，每次一听到苏妍，整个人就振奋，整个人就那个爱意就要漫出来了。爱意都要卖出来了。阿渊，你最好记住你现在说的话。拍的最慢的一场戏和最快的一场戏啊！导演能别刀了吗？我刀中带糖是我的风格。唐刀导演，唐刀导演是我的风格。玻璃渣里面捡糖吃。最后2集还有垃圾可以捡，非常好。哎，我们今天到时候是不是还有一个彩蛋啊？放出来？哎，真的吗？是吗？我有件事情忘了告诉，哎，你们来猜一猜那个宇文渊身上的疤痕。宇文渊身上是不是有个疤呀？你们知道吗？就是当时那个妍儿不是帮他在这个胸口，就是对，就是这个地方，来，妍儿指一下，妍儿，对，就是这个地方，不是帮他治过伤吗？对不对？他不是有一条疤吗？你知道那个疤我为什么老是会给他特写吗？然后现在帮你们疗伤，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这个疤有原因的，具体是什么原因？其实我还有一个一直没有敢放出来的彩蛋，到时候我今天作为那个今天是那个迎财神嘛，我会放出来一下。大家可以猜一猜。这个疤痕很有特殊意义，非常有特殊意义。这个疤痕其实说白了是他们相识的开始，也是他们相识的开始。你要是敢走，我就杀了你。对，这个疤痕非常有点，真好听。当时这个疤痕是宇文渊第一次遇到妍儿的时候，妍儿在救他的时候帮他包扎的嘛。但是这个疤痕其实他后续也有用到过，但是当时我没有放出来。我一直藏着掖着，我自己看，后来我忘了剪进去了。漂亮。所以现在这样我们就多了一个彩蛋。所以现在在这个迎财神特殊的日子里，我必须把它迎出来。他问导演，他们有个问题啊，什么戏 NG 最多？哪场戏？当然是吻戏啦。吻戏肯定要 NG 多呀，因为我爱看呢。就不管你们演的好不好，我都要 NG 啊，对不对？不然我看什么？好，谁要看你们对话呀？好，对不对？作为导演，是不是？好，这点权利都没有，我还导什么戏啊？好，开玩笑。他导演要美甲图片，哎呀，真是的，人家一个星期换一次美甲，你问我要图片，换的太勤快了。剧中有疤痕啊，一直有疤痕啊。你看他第一次那个酒泼上去嘛，对不对？泼上去的时候不是也是泼在他那个疤痕上的吗？你看你就是没好好看呗，我生气了，我要闹了。你拖出来给他看看有没有疤痕，我现在就要闹。不要搞这些小伎俩啊。我要闹啦！再来放点歌听听啊。放什么歌？我跟你唱。周瑜啊。是。起高了，放呀！我没有手机啊。放歌，起高了，放歌。
其实这个疤痕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东西。然后今天这个彩蛋也是我为你们量身准备的。来，公主抱，公主抱，来先抱我。我一边抱一边。公主抱，来呀，来呀，来呀，一边一个。来呀，先抱呀，你过来抱呀。我只是站在这里，你过来呀，公主抱呀。只要有我在，你们想要的都有，知道吗？如果我不在了，他就只能抱我了。镜头拿远一点。镜头。你本来就是我的。哎，挂到了。哦，对，撕脸。好。没事了。好了吗？哎。他说要看看腹肌，我想看看内脏。下班了，腹肌下班了。腹肌呢？看腹肌，我想看腹肌，怎么办？梦里什么都有啊。你再开部新剧就。没关系啊，我就看看。再开部新剧。晚点这样子，那个这样子。开部新剧就。一会儿看看腹肌的，就是跟我说一下，我带你们看一看这个环节，我带你们看一看。导演太会了，想要签名照，好喜欢两位。你说我太会了，要他们的签名照干嘛呀？我是不会写字，还是不认识字啊？我不能给你签吗？我真的醉了。你要喜欢他们，不要加我的前缀，我不喜欢做别人的前缀。花絮可以发吗？我有彩蛋，等到我那个今天热度破2万1的时候我就发。感谢大家对我们寿茶一饼的支持和喜爱，也感谢大家对李飞的支持和喜爱。谢谢大家在网络上对我们的宣传和支持，非常感谢。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也一直能够去继续观看我们的寿茶一饼，支持我，谢谢，也支持我们的佳佳，感谢大家。啊？慕斯。哦，提前祝慕斯生日快乐。谁生日啊？湖北老乡了。啊，湖北老先生。哦，对了，我2月16号过生日，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也要过生日了，我水瓶女。过生日的时候，记得大家去催我们的导演啊，和你的新剧本上。我们那个新剧什么时候出来？得催啊！哦，得催。导演还没有开始生日呢。水瓶女得催。怎么了？水瓶女怎么你了？特别好，天马行空，想象力丰富，执行能力强，一定得催。我都不信。我2月16号过生日。原著看过的。原著看过了，你看的是删减的还是没删减的？我看完之后我就发出了疑问了。啊？就是咱们看的版本不一样。哎呀，我看的删减的，你看的都是没删减的。
楚离和芝兰最后在一起了吗？楚离和芝兰最后在一起了吗？楚离跟芝兰在一起啊，在一起啊，一直在一起啊，一直在一起啊。一直在一起啊。对啊，我们拍作品的话，一定是要去多方面的去尊重角色，去了解他，然后才能更好的去尽可能演绎他。佳佳姐怎么不说话？快说话呀，死丫头！我说什么呢？再不说话，我说飞哥看到我比个心，飞小周生日快乐，周导生日快乐，吻戏太少，心力还是浓力，生日加更吧，导演合唱，导演生日快乐。哎呀，其实我生日那天怎么说呢？应该会下雪吧？会，我们有雪季。不是啊，我生日那天剧里面会下雪吧？会有，我生日那天我的剧里面会下一场大雪。这是我为你下的，为苏妍下的，其实也算是6月飞霜。6月飞咱们6月份拍的剧啊，多大的园区啊！6月飞霜。明天就是，不是啊，明天是2月15号。明天是2月15，后天是2月16。内娱必须火一个李飞，那外娱呢？怎么了？我李飞就不能火在外娱？我怎么感觉明天就要播到那集？他们还要逼逼赖赖一下。可以说公主请看剧吗？快点说呀！公主请看剧。你要是我衣服了。公主请看剧。请看剧。王子也请看剧。我看一下现在热度多少了。哪个角色最像我？我这个人的嗨点就根据热度来的。我觉得每一个角色都是我身上的一部分，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刚刚导演也有说，其实去改编一些剧本的时候，或者自己创作剧本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如果我去演的话，都会在我身上去找一些共通的点。对，然后再去拍戏的时候，我也是会尽可能的去研究人物，看他自身跟他的人物上面有没有共通的点，这样一旦一个点找到了，有连接了，就有共通的东西了，然后去做那些事情的时候，说那些台词的时候，会相对很自然一些。所以每一个角色都是我身上的一部分。我今天热度能不能破2万、2万1啊？能破的话，我要开个专场。有些话我得自己说，他们俩说不明白。大家可以蹭蹭热度啊，为我们的受他以柄再加把火，然后听听导演在戏外的事情、戏内的事情，给大家开个专场。我就差个话筒了。干嘛？你声优啊？见面会就是距离产生美嘛，飞哥是吧？李飞本人太帅了，我看你们那个扛不住，我反正扛不住。杀我焉用你的嘴呀、我一直都扛不住。给大家来一个5连拍吧。周导有快手吗？关注一下我的那个腾讯号。腾讯号2个
3个4个，讲一个，你想，你来讲。一个星，一星。菲菲录个起床铃吧，这个起床铃怎么录啊？我早上起床的声音。哦，他早上起床叫起床的声音，其实可以，其实可以，就是很那种就每天早上很低音炮。我因为有时候不工作的时候，可能就会睡得久一点。然后工作上有消息发过来的时候，我一般不想打字，眼睛睁不开嘛。然后我说话的时候像感冒了一样，所以很低音炮。然后开始他们就说：“哎，你为什么压着嗓子跟我说话？”我说：“真没有，我早上起来就这个声音。”其实我会跟他说：“你要是再这样压着嗓子跟我说话，我他妈什么都答应你。”太喜欢你，太喜欢你！合唱 OST， 可以模仿对方经常说的话吗？是宇文渊还是李飞，还是佳佳，还是苏妍？先来一个宇文渊的吧。不是方言，是说对方经常说的话。好气。我这个印象太深刻了。小心。毕竟放我一马了，当时。但他不是放马的，他最后也没放过你啊。我这里还有一些不堪入目的，没有了。我看看还有没有。其实我觉得，最多听到的就是阿渊，阿渊，阿渊，阿渊。到后期呢，就可能是宇文渊，宇文渊，宇文渊，然后再回到阿渊，阿渊。结局是不是 HE？其实这个还真得大家自己看一下。当然是 HE 啊。对，大家就是关注一下吧。我们18号就结局了，很快。如何拥有李飞的签名照？在我们的评分区评论，然后我们的官方会去截图，截图完了之后会送你李飞的签名照，还有情侣的周边。所以大家可以积极参与我们的收藏饮品的官方的活动，我们会有很多精美的礼品送给大家。想听另一首歌，我们还有一首 OST。我有很多 SK 的，其实。这家是苏州，人杰地灵的地方。中国都人杰地灵。李飞挑眉，单挑眉。我这个面部神经真的来不了，我只能这样。我最高极限有试过，只能这样。单挑真的来不了。他们刚刚看很多人在说还原一个名场面，有没有想还原的名场面？来，对，这个是我们的名场面。这个是剩下环节我也批了。
互相微信的备注是什么？来，你先拿出来看一看。我的手机在直播呀。嗯，佳佳，佳佳。他们有人说喜欢你100年了。真的、啊，嗯，这个有微信号是吗？怪不得我你这个200年前就见过他。它一个就是一个字儿飞啊，飞。哎，你们该不是想骗林佳佳的微信号吧？或者想骗我微信号吧？差一点上当了，我们俩。就一个字儿啊，李飞的飞。其实这个飞还有一些别的那个寓意，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到。因为在佳佳的心里，就是李飞，也许他是个那个呢，甘之若饴。就是李飞他是非同一般，非你不可，非比寻常，甚至非主流呢。哥也飞过吧，曾经也飞过。相信不久之后，我的飞过的历史都有的。抽不到周边可以上车吗？不能上。我今天其实很多人问我能不能上车卖那个嘛，对不对？然后我其实跟大家说了，虽然说我很想卖啊，但是我觉得卖了这玩意儿的吧，那个富不了我，也穷不了你，吃相太难看了。对，我们是搞艺术的。对，咱们搞艺术的，虽然说穷是穷了点，但真不能卖。所以，我觉得要不3、2、1挂车吧。其实导演的意思就是说，咱们这个戏啊，就是有很多年轻的朋友，或者是中学或者高中的学生朋友来看我们的剧。那对，过来就是能看到我们剧，能去为我们的剧去充会员来观看，已经是莫大的支持了。对，所以我们为了感谢大家，我们决定就是把这些周边就是免费的抽奖，以抽奖的形式送给大家，也是一种回馈嘛。也感谢大家的喜欢。对。而且我们这个周边它是一个很实用的东西，大家就是平时都能用得到，衣食穿都有。对。他们说导演多说点爱听。导演内心 OS 3、2、1挂车。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既然是送了嘛，就吃相不能太难看，就真的忍一忍，送了。你看那3000个那个都送了，对吧？对。何况一个发卡子。因为我们确实这部剧的热度都是靠大家的支持才有的，所以送给大家一些精美的小礼品吧，也是我们对大家的一份心意。在新年也祝大家新年快乐，能够收获心里所希望的东西，心之所愿。拍吻戏会害羞吗？拍吻戏会害羞吗？说明刚刚那个宝宝就没有听我说话。拍吻戏的时候，其实我比较害羞。他可能是刚来的。因为我这个人吧，比较爱看吻戏。我一边那个，我会害羞。我不太爱看自己吻戏。对，你不看，你只是吻嘛，你只是在那里吻。
对啊，我一般吻戏就是演完，我别的戏一定是会看的，但你最多演完搭搭嘴，你会干嘛？吻完之后呢，我就会等他们的消息，说哎，不是你演完之后看我们表情，你只要看到我在那里笑，你就知道了。差不多了啊。宇文渊凶狠的婊子，这是有人艺人的，素颜那个。他们俩，让他们俩看自己的吻戏啊，他们俩直接看到那种面红耳赤、心跳加速，慌乱如麻，掉头就跑，播都播不了。接下来就是我的专场。我想说，其实我很喜欢看就是周晓导演拍的吻戏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欲而不色是这样说吧。就是我觉得他的吻戏就是有美感一个氛围，对，有他氛围有美不是那种感。很色情的吻戏，所以我是很爱看他拍的吻戏的。对我不喜欢拍太油腻的东西，因为我喜欢拍那种，要不要的、爱不爱的、得不得的、到不到的，就是那种含在嘴里怕化了的感觉。捧在手心怕化掉。对，就我喜欢那种，就是我拍那种吻戏都是由爱出发，不是由色欲出发的。对，所以它相对来说会，就是它更有，它不是色欲在里面，它的爱欲更多一点。更多的是情感。对，更多的是情感。所以我是很喜欢看你拍的吻对戏的。这就就是他其实每一次你们好好看剧的，大家就会发现宇文渊的每一次吻都是不同的状态，有的吻呢是质问，有的吻呢是带了一点生气，有的吻呢甚至还带一点乞求。包括那个言儿让他走的时候，他可能带了点乞求，有的吻呢他是真的是有心疼到有什么东西，包括就是说不许再有别的男人那个吻，蜻蜓就是那种蜻蜓点水的吻啊，或者什么东西的吻，他的每一次吻都是不同感情的输出点。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吻戏，它应该就是发自于情的那种状态。对，这其实就解释了刚刚提的一个话题，强制爱。其实所有的一切关于这些东西的表达都是情感。对，就是我是一个比较有内涵的导演，虽然我很色，就是不是我很就是喜欢那个欲的东西。就不管你的行为、你的动作、你的台词，就是好看的情欲是来自于爱，而不是来自于色。我也希望大家去看东西的时候，也是带着爱去看的。不要只是带着这两个人在接吻啦，在干嘛了，一定要去看他们为什么，他们为什么拥抱，他们为什么牵手，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就会感受到爱。我拍东西我也喜欢让大家能感受到这个人。我操，我感觉自己好像很高级的样子，怎么办？好牛逼啊！哎呀，谁要拍手啊？这好烦呐！怎么还多出了两只手的声音呢？双方的理想型是什么？李飞的理想型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你说一下你的理想型。对，除了我这种成功女性以外，你说一下你普通的理想型是什么？像我这种高不可攀的就别说了。跟着感觉来吧。什么感觉啊？前2年我问你，你也是这么说的。跟着感觉来吧。没有办法去预设一个目标，一个东西，就是遇到了就尽可能的保持真诚，去体验，去付出，真诚就好了。重在过程吧。其实我觉得佳佳的理想型你就不要问了，他绝对是宇文渊了，因为不然的话他不可能这么带入这个角色。其实佳佳本人还是比较哀的一个人，内向的一个人，他能把这个角色诠释出来，就是
就是因为他带入了这个角色，而且那个我相信宇文渊这个角色会成为大家的理想型。说得好。我主要是沾导演的光啊。别这么说，说实话，宇文渊这个话不要在这里说，回去再说。这个话不要在这里说好吗？本王向来如此，有什么话不能在这儿说？可是楚离，给我出去！潇潇会害羞。把虚阳宫给我拆了！把千亿给我拆了是吧？导演姐姐拍过哪些短剧？其实我拍剧还是比较随意的，就是我在每个时间段会喜欢上不同风格的人，我比较随性一点，就会塑造一些不同风格的男性角色吧。其实我好像比较喜欢拍男生多一些。但是呢，其实三搭现代剧有希望吗？导演谁呀？谁三搭现代剧？没什么希望。古装剧有希望的，现代剧没什么希望。因为佳佳她喜欢拍古装嘛。对，我不是很喜欢拍现代剧。其实每一个女孩子她都有一个古装啊仙侠的梦，你知道吧？对啊，因为古装可以飞呀。她岛太有趣了，都想磕 CP。这话我现在就是我不太好回答，因为我每说一句话都可能成为粉文，我现在有分量。觉得你聊一下。你上厕所是吧？可以。那接下来我来聊一下，我看一下我那个直播美颜可以给我调一下吗？我现在只能出镜一个肩膀啊！不行，你不懂，这种半遮葡萄半遮面的感觉，我很爱的。好，那我来给大家播一会儿。我给大家播一会儿。我给大家播一下读弹幕啊。读什么弹幕啊？那个李飞去 WC 一下，嘘一下。佳佳呢？我不是在这儿吗？佳佳在呢，佳佳在。因为他们可能是有延迟。问周导，片头是不是有个爬床？爬床算什么？片头还有很多东西都是你们没有看到的东西。这是什么？没什么。导演认识，其实我跟佳佳认识的比较久，佳佳认识了应该快10年了吧。差不多了。我跟李飞认识4、5年，快认识的比较久，其实合作的比较晚。李飞以前一直躺在我的微信里，我以前比较高冷，没怎么搭理他。他现在不在，就先这么说说吧。但是我跟佳佳认识了10年。哎，我们现在趁李飞不在，能不能聊点那种题外话了？聊点你们想知道的东西啊。聊点你们想知道的别的东西，行不行？还有刚刚我跟你们说了，我不是放了一个那个彩蛋嘛？但是那个彩蛋呢，跟你们平时看的那个彩蛋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完整的视频，不是那种10来秒的那种，它像一个段子一样的一个视频，大概有一点点小故事的，所以平台会有一点点审核，明天周五12点的时候准时更新。它是一个完整的视频。
我跟你们说一下啊，歪嘴小猫是什么表情包？爆一下李飞的料，李飞呀、李飞其实就是个大直男，大直男。我不说了吗？他其实挺像，也挺像就是宇文渊的。哪方面像？感情方面也有点像，就是他会用那种语文怼怼，就是会用那种怼的方式来证明对方到底在不在意。比方说，他有时候也会怼我啊，怼完我之后就会问我，哎，这个角色到底给不给我演啊？姐，这样子，但他不会直接问，但他呢又不会直接问，这个角色很适合我，我来演，就他不是这样的人，他会绕圈圈，就他有他的傲气。你说他别的料也没什么好报的，因为他就是2点一线啊，除了健身、上班，还能干嘛呢？我现在不能露脸，因为我以后是要做大明星的人，我要保持我的神秘感。吻戏什么感觉呢？刚开始的吻戏其实是很紧张的，然后到天平10岁了，我不是天平，我水平。佳佳，怎么了啦？不要害羞啊！你们可以问问佳佳呀，佳佳拍那个吻戏的时候有没有真正的就是心动过？就是拍那个吻戏的时候，让他滚的那个吻戏的时候，当时我看的澎湃的要命。哎呀，不行，那个李飞来了，不能问了，有些东西不能问了。 Hello，认识的时候啊，想想21年吧，对吧？应该是21年的时候，21年见的，然后22年的1月份拍的《釜山一语》，对吧？怎么说？你评价一下我？评价李飞还是评价宇文渊？他们应该是评价我的本人了，评价小李的。本人就是阳光开朗大男孩。我谢谢你，陈姐。然后热爱健身，很会讲道理，偶尔会跌戏，他会跟我讲很多道理，憋戏是的。很会，他还很会照顾人。李飞是憋戏男人，对，是的。哦，对哦，李飞是憋戏男友，对呀、是吧？虽然直男归直男，但是他确实是憋戏。是憋戏款的男友是吧？还行吧。所以就是其实我跟你讲，其实女生都喜欢憋戏男友，少爹年感不爹的，对，爹不爹的不重要，主要是要少年感的爹，少年感的爹，李飞就是少年感的爹。少年感的爹。完了，我给他包红包了。少年感的爹是吧？
李飞确实比较会照顾人。照顾不周的地方，大家多多见谅啊！你会有也别说出来啊，以后啊。而且我还经常有很多事情需要问他，他可以给到我很好的建议。应该的，没事多问。飞哥，佳佳是什么星座？佳佳是什么星座？天秤，天蝎啊，天蝎。天蝎天蝎。啊，我们不是本人配音，我们那个配音的老师是乔苏和涂雄飞。如果我读出他们俩的名字的话，就对不起了。我就看了一下那个片尾的目录表。军师李飞这种怎么追？追李飞这种怎么追？李飞这种怎么追？李飞这种就像妍儿那样追啊，就像妍儿这样追啊。你给我滚回南京！你放开我宇文渊！就像妍儿这样追啊。妍儿是怎么对他的？就是他是爹系嘛，对吧？所以他肯定追他的话，女孩得示弱，是吧？是吗？你往那儿一站，你不用怎么追就行了。不用用什么方式方法，往那儿站。主要看人呐。对啊。壁咚，他们要看壁咚，壁咚，他们要看这个，看壁咚。壁咚，两个手。哎呀，佳佳好害羞啊！佳佳怎么现在还在害羞啊？剧都已经播到十几集了，那不是剧15、16集了，怎么还在害羞啊？飞哥对佳佳有心动的感觉吗？佳佳把头转过去，让飞哥自己说。何止是心动啊，这简直是心悸呀！心悸，心跳到150啊！噔。佳佳，你耳朵怎么红了？佳佳，你的耳朵怎么红了？这空调有点热。你们坐近点，坐近点。他的兴趣爱好就是健身。我的兴趣爱好就是衣服好好看，导演好看，导演上链接嘛，衣服好看，导演是什么链接衣服啊？是我们那个情侣睡衣。不知道啊，是哪个衣服上链接啊？我的衣服吗？别闹了，你们不要说这种上链接的话，我真的一激动3、2、1上车。我这个人格局很小的。兴趣爱好就是去东宫找素颜。去找我儿子。东宫是儿子做的，景成宫是人宫。不是换一身你就来了？也是。我很听他话的。你敢奴隶我？戏服，哦，他们说戏服好好看，可以上车吗？戏服做的很贵的，当时这个戏服都是我定制做的，好几万一套。没关系，你们什么时候有空来那个横店玩的时候，我给你们穿了拍照玩。可以的。等我说他那个破2000万。
牵个手。人好看，导演上链接，这个链接挂不住我。我们在下一部戏里谈恋爱给大家看。想看李飞跟佳佳，李飞给佳佳撒娇啊？想看李飞给佳佳撒娇。李飞给大家撒个娇。我这样大家都能看到我撒娇。给他们整那个女友视角。给你们整福利来了。佳佳，说你的诉求。就是那个，可以一会儿一起吃个饭。吃饭算什么？就是吃饭算什么？这算什么诉求？不知道你百忙之中可以给我留1个小时时间，请你吃个饭。我可以给你留一个晚上的时间。看到了吗？撒个娇撒完了呀。李飞其实现实生活中挺会撒娇的。李飞叫姐姐。他们今天在群里问我，他说你叫我什么？我说李飞也是叫我姐姐的呀。我说他一般找我有事的时候都是叫姐姐呀。那你为什么不叫我姐姐？我也比你大。我现在感觉我像个电子宠物，你知道吗？电子宠物。网络电子宠物。李飞撒个娇，李飞叫声姐姐，李飞叫姐姐。姐姐好，姐姐新年快乐。大家好。妍儿撒个娇。哎，那我真想看了。你说这我就快心悸了。来，妍儿撒个娇。给本王撒个娇，素颜。我不会耶。要会的呀。我不会。你看，我就撒了。我刚刚就是撒娇。我说这再来一次，本王没听着。李飞，你像他那样呀。李飞。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就这样了吧。干嘛呀？李飞肯定心动了，心悸了。现在测一下。测一下。我先出去那个找一下呼吸那个吸氧气啊。我比李飞大，我是姐姐。姐姐好。没听见，再听一遍。那你求我呀。那你求我呀。叫声姐姐来听听。怎么用的是命令的口吻？叫声姐姐来听听。他们没听见，我听见了。这是姐姐好。这是什么福利呀？下面的人又要说了，死丫头快下来让我听一听。佳佳，你总是能找到让我1秒。来。年下，爱了。我的第一部荧幕作品就是年下呀。手势舞，这个别 Q 这个话题了，太难了，真的。
姐让我躺进你的微信里原谅姐。王爷3个字，好虚。导演姐，你可以说宝宝。你别说宝宝要说呀，今天咱们主打一个服务，怎么了？怎么了？各位宝宝们主打一个服务，想听什么台词儿？想听什么样祝福的话？各位宝宝，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宝宝，你说是吧？是，好，我数这个。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宇文渊和妍儿吗？这个交给导演了，你站得比较高，每次剪完我都佩服你的才华。这种对于整个剧的总结只能靠你。这个问题我们跳过。我就在等。这个问题我们跳过。如果恋爱会官宣吗？恋爱当然会官宣，就是我们李飞就是这样的。如果他恋爱一定会官宣，如果他干嘛一定会官宣，如果他干嘛一定会官宣。我干嘛都官宣。他不干嘛我不会帮他官宣。我们主打一个造势。没有人气要制造人气，我们主打一个造势。放心好了啊，我们不藏着掖着的啊。这样好了，我玩个游戏吧，10点的步，输了给对方提个要求，可以了。你叫姐姐就可以提要求了，玩什么游戏呢？可以啊。姐姐，你可以叫一声李飞哥哥吗？跟我卡 bug 了。卡 bug。快点！是呛着你了吗，妍儿？你在演皇上吗？你在演语文艺人吗？你在演艺人吗？跟佩伦太熟了，总是会这样。妍儿。可以玩真心话大冒险。我刚刚叫了呀，你快点。几万观众都看着呢，我跳不了一点儿。娘娘，娘娘你刚刚百般应允，万般哀求，现在是不作数了吗？哎，我的天哪！快，就在这儿，本王今天哪儿都不去。导演，快来救我！救不了一点呢，导演也爱听呢。快点啊！你就对，我要反过来说了啊，我的耐心有限的啊。素颜，你对我就这点耐心吗？就那个，一开门，说完了。我刚说了呀。娘娘为何如此这般如此？是有什么见不得大家听不得的事情吗？对呀，对，我可以叫这个，弟弟。我可以叫弟弟。好，李飞弟弟。好。用低音炮来叫一声臭弟弟。你有本事叫吗？他是哪儿卡个低音炮出来？来叫一个。叫个臭弟弟，用低音炮叫个臭弟弟。在他耳边叫个臭弟弟。快，下头下去，让他们来笑我，真的是。来，靠近一点。
靠近啊！来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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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弟弟，怎么样？好姐姐。我的天哪，这种福利哪里找啊？我真的是想要换你们上来听一听。你要不你对着屏幕说一下，大家刚好可以录下来，录完了之后，你当他想听的时候就可以听一听。那不行，那是延安福利啊。是啊，我的天哪，做周宵的女主实在是太幸运了。不行不行，对我跟艺人都是佳佳的耳朵已经红了，多年的他内脏都已经红了，内脏何止是耳朵呀，内脏都已经红了。你当真不知道本王想要的是什么吗？本王觉得皇兄是越发有趣了。我都让他叫我姐姐，你说谁大呢？姐姐，弟弟。网友可以带走苏颜吗？是宇文应人借你的胆子吗？我之前翻弹幕的时候看到李飞的弹幕，我都要笑死了。看不见，我近视。哦，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到我上场。那个，接下来我们要去那个喽，就是记得，我的那个，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说我要送那个周边吗？周边，然后那个周边呢，我准备10点钟开始，10点钟的时候呢，我会去那个评分区去抽，然后我要给大家时间去搞。明白了吗？今天迎财神，对，大家在我们情人节腾讯直播结束后，不要离开腾讯哦，要去我们的收台饼剧里面去追剧，让我们看到你们更精彩的弹幕，更精彩的评论，参与到我们的活动里面来。然后我会带着这两个人去跟我一起抽，好吗？怎么样？我们，你们俩现在那个哦，一会儿咱们那个吧，我们一会儿一起去吧。然后那个评论区，你们也去翻翻他们的那个评论，你们抽到了之后，你们就去留个言儿，翻一翻，然后我就正好可以截个图。好啊，行吧再抽一些评论吧。对啊，然后你们去评论区翻嘛，行不行 OK， 然后我们10点钟的时候开始，好吗？我们10点钟就下播了，然后我再给你们看一下哦，看一下那个，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我飞哥的双开门，想看吗？想看我飞哥双开门吗？好想。想看吗？我听一点电子宠物。噔噔，整个屏幕都是他的双开门，整个屏幕。在我们那个评分区里抽啊，就不是评论区，大家知道是那个评分区，要先打分，打完分之后，然后发一些就是你们对我们剧的一些观后感，然后我们就然后你们带上一张图片，带上一张你们喜欢的图片去评分，然后去写上一些观后感，然后我们会抽取一些我们就说白了，我就抽我自己喜欢的吧。我这人就很随意了，就是夸夸一顿抽。
然后呢带上一些好看的照片，一些好看的就是剧中的截图啊什么的。然后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有的时候会在里面做群演的，最好可以把我扒拉出来。就是里面最好看的群演给我扒拉出来，就是我，对，就是我。然后呢，你们看能不能把我扒出来？然后我让那个扒到了有奖励吗？我把你当然有啊，扒到了嘛，我就那个呀送过去了呀。那个我的签名照我就送过去了，全套200张签名照，让他给我贴满墙。然后那个你们两个正好去，就是我抽到了一个，你们俩去翻他们一下，做个记录嘛，对不对？今天开始帮我抽，反正在我们结束之前，活动结束2月18号结束之前，把这1000份周边都给我送完，可以吗？我每天晚上都得给我抽。2月18号其实也没多少天了嘛，反正每天抽个3天，每天抽个几百份。每天一人300份，一人300份嘛。对啊，对啊，你300份，我300份，你300份，不就抽完了吗？今天先你来吗？今天晚上是吧？今天晚上你来，明天你来吗？后天你来吗？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啊！那多好呀！我的粉丝们，来大家加油了！对啊，南川大军多嘛，对不对？都是我的，我周家军没有那么多了。发军饷了。对呀、好了，来大家走吧，我们一起过去吧。现在就开始啊！我们在然后所有的结果倒是在官微上面去看，好吗？祝大家新年快乐，情人节快乐，然后多多支持我们的寿他乙丙，主要是迎财神。还有迎财神。来，我们评论区见，评分区，评分区评，分区见。拜拜。拜拜拜拜。看到我的手势了吗？评分区的手势了吗？看到了吗？ 5星5星。拜拜拜拜。拜拜。